I'm January blue. There was so much I intended to do. Now I'm 干什么东西？各位，先看一下，环顾四周，这个店光在这个地方已经30年。我想你先不哈了，你先让大家看一下，人模人样的。那是开玩笑，只是因为我今天是穿吊带裤。吊带裤我跟大家讲，一般是吊带裤在穿的时候呢，它是不穿皮带的。哦。所以我等一下是想来这边呢搭配一下，挑一个皮带，挑一条领带，顺便呢，因为我今天穿衬衫，顺便再看能不能盖一条西装。哎，大概就盖一条西装。哎，不是，就盖一条西装，我是可以选一套西装。你刚刚自己讲的，你还要打我？看能不能盖一套西装。像这种老字号在台湾已经不多见了，而且保留传统再加上新意的店更少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说我们这代的年轻人对不对？很多人根本没穿过西装。哎呦，以前都会说男人一定要有一套西装，对不对？我一套西装都没有，我一套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从小跟西装的渊源太深了。大同西服号有没有听过？大同西服号，我舅公就是一位西装老师傅。你舅公不是在船上吗？那是我舅舅。舅舅不是发明排骨酥，为什么用做西装？那是我外公。我先讲一讲，我们要知道族谱。还有做过什么？你讲出来，不要每次拍一个就说啊这个也有，拍那个你也说啊那个也有。我妈妈本姓廖，他们家有一个家族，有个人叫廖天。我想今天就是来学做西装。哎呀，这个我是从小就是梦寐以求。我小时候曾经跟我爸讲说，我是不是去学做西装师傅？但是我去看了我舅公他们在弄了以后，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为什么？太难。我听说哈，就是一般我们年轻人想到西装，对不对？可能就是去买一些成衣。我只讲一个，就是人家成衣当然也有成衣的好嘛。可是你成衣有些时候你穿会变成这样，衣服会向后拉，会变成这样，这就是那个版啊。它不是根据你而定，没错，你懂了吗？没错，然后听说呢，就是这个手工完全为你打造的西装，对不对？本来是台哥，穿上去之后变坤达哥。其实很多网友都说我跟坤达现在不分轩轾，你不要乱闹。你跟坤达哥的差距只要缩小到10万以内，我就帮你办一个庆功宴。我告诉你哦，我差 Kit 才差99万了，你要记得，本来是100哦。我跟你讲，不要再啰嗦了，不要啰嗦了，赶快请学长进来，真正的国宝级的学长，这是老师傅，欢迎学长。老师好，老师，我想请教您一下，以您这个在西装界大概已经闯荡了多少年？60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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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！所以一甲子。现在真的一套好的西装，按照您的身材比例来定制的，大概一套。现在目前来讲，比如说4万5千块到10多万，对。所以老师刚刚讲的是说，入门现在可能大概4万5万。我们的观众很多小朋友，他可能觉得贵，可是你想想看哦，如果你4万5万买了一套非常非常体面的为你量身打造的西装，只要你不要像我一样招晶体，就可以一直穿，其实蛮划算的。所以老师现在您在这个西装界来讲，能够来跟您学的这些学员是您挑的吗？还是他们自己来？他们自己来，他梦想来了。这个我都觉得这些年轻人了不起。但我真的鼓励他们啊，就是要走一条路，一定要坚持走下去。是，学徒很辛苦，你辛苦知道，非常辛苦，非常辛苦。我以前看我舅公啊，那个皮尺，啪，你舅公到底是干什么？我舅公是维士的，不是？喂，讲出来了哦！不要乱讲，我不要相信这一版的答案。但他真的是会对学徒这个，光扫地就扫3年，我舅公那边扫了20年，所以他根本不会做西装。会了，怎么不会？会了，我扯淡。你扯了半天。对啊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哈拉了，边做边学。你今天呢，身为学徒来跟老师报道。不是，我跟老师这样一开始跟老师学，我怎么好意思？我什么卡？这个好不好？那你滚吧，你滚。我不是。老师一定要教你一下，要让年轻人看一下，说这种值得传承的技术在哪里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了解一下整个手工定制一套西装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量尺寸。量尺寸。check it out。这个量尺寸怎么量？
这也是一门学问。快点，我们现在请老师先示范一下，就以我为本。哎，干嘛吸？干嘛紧张？是不是？核心很强。好，台哥是你放轻松是。踩寸啊，一定从后背 O 点开始。O 点是 O 点就是我们第四椎，对。OK 对。你要学哦，你除了背量之外，你要学一下哦。 29，全长29，上为42分1， 42分1，我不得了了，我跟你42分也很强啊。很强。但没想到肚子也那么大。啊，肚子那么，肚子我这你的衣服买不到，买不到，因为你前面大嘛，前面大，我前面很大，我们太大了，非常大。你是羊体，我是羊蹄嘛，对，你是羊体，你走起路来有风的。我有风，哎呀，对我走路有风，你知道吧？我走路风是从后面来的。现在要量裤腰，裤腰，这才是我真正的腰围了，对，对不对？ 36.2分。怎么可能，老师？老师，您这个，您几十年量体，你怎么会量成这个样子呢？不是前2天32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再一次机会，好，我们再给老师一次机会。啊，摄影机设好哈。我已经用力在拉了哈。有哈，还是362分。老师，您量到现在，我大概是几头身？你上半身比较长。我上半身比较长，对啊，你手长过膝啊。我手长过膝。老师他的膝，老师，我手长过膝，我不是成了猩猩了吗？老师他的膝，哎呀，这个厉害12.4分1， ，12前裆。哦，前裆有12啊，还可以了，可以。我是讲英寸，不是公分的。那就抬举我了。啊，听我说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处理一个客人，今天有一个单，我们借由处理这个单的过程来学习怎么定做西装。有一个身材，这个客人身材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大众化，他算是精英中的精英中的英精的精英的身材，很屌，还不错，对他马上就要来了，干嘛来？哎。哎，又是我哎，你好吗？海哥你好，是，梁师傅你好，梁师傅你好。我今天到晚就是服务他，要么就是服务 Key。Key 的我送他一只表，我照相我的表呢。啊，他又来弄一套西装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你。说因为学西装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真的不是一朝一夕。做西装这种东西量身的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有一点点的差，你这边可能只差1厘米，可你做出来就失之千里。也因此，我们找来了我认为全台湾怎么穿都很难穿丑的一个人，来配合你手工西装。这样到时候你成品出来装，就说，哎，台哥做的好棒，台哥看起来好帅。你这讲的不对，像我这个身材才是一种挑战。他这个身材有什么好挑战的？他这个身材就是买成衣就好了。老师，您看他的身材，算不算是我们讲的衣架子？是衣架，但是他却买不到。对，哎老实讲，为什么？其实我真的西服我买不到。已经看过了，他腰很小，他腰很小。他买来空不是，先等一下，您刚跟我讲36.2分之，这个东西我不能，我不你买来腰能相信。就太紧。稍等一下，老师刚用相同的态度批评我们我等下三个。看了以后他说你这里太大，哦，然后说我头太大。麻烦您帮他量一下他的头围。对， 24.2分1。那这个比例上有2寸多的差别，这个是差很多的。我一般不会达到这个尺寸，没有这个尺寸嘛？没有这种尺寸，你头有问题。头没有问题，头没有问题，他尺有问题。然后批评他腰太小，为什么只有他是好的？我们两个都烂的。老师，他这个腰大概多少？我要衣服真的我也买不到。他腰非常小。等一下，那这样讲起来，等一下尺寸报出来的。他的身材跟我的身材，我们两个谁比较适合穿西装？各有优点，各有优点，老师真是不得罪人的。好吧，我真的是替你做一套西装。没问题。我以后再替你做一套这西装。不是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的生日快到了，是不是？当做一个生日的礼物嘛。哇，你刚刚讲那个，然后加上达哥讲的，真的让所有的观众很感动。怎么说？你看，你又做了一只表送 Kid，对然后做了一套西装送达哥，是啊最后他们一个人拿铁钉，一个人拿铁锤，然后含着眼泪。不要再乱指。请问您的预算大概多少钱？我的预算是吧？没有预算，没有预算。
这边请。没有预算的，没有预算的意思，没有懂预算意思吗？没有预算，你今年最大的客户，他没有上限，没有上限，对，没有上限，是不是？我口袋很深，来，很深。你这边请。我们先谈谈，就是说你要的是一套怎么样的衣服？我要的是一套实用性，对，蛮多场合都可以穿得上，是套装。套装。老师，像它是个双排扣，扣子是双排的，跟单排的，双排会不会比单排要贵一点？应该讲是工资是比较贵，是贵一点哦，那就对了，这位客人预算无上限，无上限，你们不担心这个？不担心，你不担心，我是替 Eric 担心。没关系，我在救他就好。你喜欢的是这种 navy blue 的这种颜色，对，你确定这个？哎，麻烦你拿剪刀把它剪下来。等一下，哎，还好达哥是现在这个时机点选择来做这一套。如果他早就有这一套，对不对？他跟你去拍一些检察官啊那些说，哇，那你就不能看了。我跟你讲，检察官如果穿这套出来的话，我们就要好好调查一下。有问题。我现在先去拿一套面料拿来让你看。好，麻烦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我们现在应该要很精准地拿出，比如说1套2套衣服，让客人呢一看就中意。老师，您看这一条。那个客人这边请，您这边请，您看一下这几块布料。目前这样的布料等于说男装里面3大品牌之一了。你看看这一套。这看口袋有钱很漂亮。我口袋很深。来，达哥原本是最喜欢这个，是不是？对，原本刚开始看那个照片，感觉比较但是偏向你看一看是这个，你有点喜欢这个是不是？但这个又觉得有点大胆，就是还没有披在身上，不知道那个感觉。哎，我觉得是这个，穿在你身上帅，因为这个一般人有可能无法驾驭。我们让客人 P 看。那个徒弟是。转成一个领子的形状，哇，把它放在这里，这样好有感觉。对，哇，它已经出来了，是这个色调。哦，这个徒弟聪明了，重来了啊，可以学裁缝了。哇，第一个感觉好像是右边哎，这个真的帅一点。它非常特别，所以客人应该讲快一点。哦，你还在低腰，低个腰是不是有点痛？你决定了以后就不让你后悔，不后悔喽。啊，好，好不好？哪一个？右边，右边帅。意志原来定制西装是这种体验，还没剪刀都还没拿，心里已经很期待了，期待成品出现。您看一下，这个是没有修好，对，这个是有修好，是。这样你要不要修？我要修口。好，这徒弟厉害了，厉害。你这个要有盖子，你说外面的这个，你也可以没有盖子，那你也可以做有盖子，有的时候可以把它放进去，就是像这样子，有的时候拿出来，好像可以做这样的盖子，然后不要只是有的时候可以收放进去，最后你真的都不想要，你把它剪下来，剪掉。可以当做一个毛巾，拍手啊，擦擦嘴，好吧？好。你穿在身上，我有让你看到，是，但是我有的时候手伸在口袋，把衣服故意飘开的时候，哎呦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达哥这个好。好，我盖起来不让你看了。哎，这个我跟你讲很简单嘛，你这样穿的衣服这样子，已经很有品味了。当你一脱那个衣服这样放在这方面，那女生一定会过来讲，哇，你里面是这样子，好可爱哦。他是说坤达哥的老婆会这样跟他玩，哇，你这里面是这样子，哇，好帅哦，这样。我老婆不会这样。这样的流程已经全部完成，那我们就要进入到量身了。要量身了，量身，好不好？我会在旁边看。好，那就好。量身。徒弟来了，先您是身高多少178， ？178。体重69。好 ，OK。你178、69，你像话吗？我身高才170.3，我体重77。
你是男子汉吗你？我啊？这样有问题吗？老师您看28瓣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 28瓣可以。哇，厉害！前裆。哦，注意哦，你这个空间太宽了，这个叫容积率，这个装的比较多。对不对？老师大概抓8，我都给你12，你给他8，怎么好意思？不是，可他这个他裆比较，他裆到这，对，你是12，我是8。不是10，好，总要比你短一点。对是，裆是10。现在拍身材照，我们现在要到实际的身材，也就是一定要把它穿得像紧身衣一样。到这样子才算说，在客户来讲，全部的事情都完成了，那剩下就进入到专业的去处理。好，刚刚呢，我们已经帮您都量身都做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你放心，这个我师傅呢会交代我，按照您的最适合的尺寸，做一套最适合您的西装。我在这边等吗？就是等到做好。你在这边等的话啊，我们比较不适合，我比较不适合我们还负责你的时速，这样我们划不来。哦，好不好？那个等一下呢，台哥跟着师傅还有学长学怎么打板。是。那个坤大哥，麻烦你去旁边溜达一下，等下稍晚就可以回来测试。打板你会不会？太快，懂吗？懂。好了，我们先开始。新的。很新啊！好，台哥要学打板了。好，转先放一下。打板以前先放饭，切掉。你那个你袖扣到这边来。我们现在只要一张图，就是所谓的标准图，是40寸的上围，35的中腰，因为它这个腰好小。初学的时候起一个后背板，你只要能够说起得很熟，慢慢你就会知道说我如何把这个线条拉近。越小越难刻。对，我大概知道意思。我们以标准型40、35、41来做变化。对，依据他的身材去改版，抽了他的40号来改版。这就点一下。对，点一下。对，很好。就是我没有半条线，我懂。所以这一块是什么？对呀。那这个斜是什么意思？斜的就是后面腰。腰啊。你懂？你过来，这是我的学长。学长您贵姓？姓苏。苏学长。对。学了以后多久会画？这种标准的图，其实你就按照指示画都可以画。比较难的是你不知道依照不同的身材，你怎么去修改标准的版型，这才是学问精髓难的地方。对，你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你就画出来了。对，你就会了。对，没事，谢谢。现在唯一的，你总要动刀吧？剪刀给你。剪刀。所以剪报就剪爆了没关系，剪爆了叫他重画。这个图如果是在地上剪到，会以为是一个随便画的一张图。再从这里剪上来。今天这个开这个板，我算是长了眼了，真的是。长知识了，真的，真的学到我算长了眼了。我这辈子没看我开这个板，这个就是经验。他真的需要经验。对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。 No， 还没有吗？你终于起头了，已经起头了。下一个步骤要干嘛？要裁布了。裁布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血压有点升高？怎么会？哎，你第一次就自己做出一张这个蛮有成就感的，不容易啊。哎，这个是从头到尾，老师至少帮了我99.925%。好了，赶快也要裁布了啊！好了，裁布 ，check it。像听说这个做西装来讲，
通常都会有一种技术叫绣补。我有几样东西，我不知道方不方便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能不能绣。在哪里？裤子破掉吗？方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件衣服我很喜欢，但它这里破了。我这个袜子，它这里有个洞，这样。接下来都比较私人，这样可以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还有什么啦？它因为这里有点连体，你知道。根据刚刚的这个版型过来，我们要裁布，对，好不好？画板的话，像这个是格纹，重点就是我们要让它做起来的时候，格纹就是在每个裁片上它是对在一起的，这样才可以体现我们的服装的精致度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后背的腰线，刚刚我剪的那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的腰线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腰线在这里。对，它是这一片是跟这一片接在一起的。这片是什么？这一片是我们前片的小片，就是这片侧面有一块小片的。哦。好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就示范，我们一般裁布的话，我们要一开始就先把外框先描起来。外框。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画完了，我们就要把它剪下来。学长，他这剪这块布是单指这块布，还是说要剪2片？就它对称也是一样。格子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一片一片去剪，确保它跟下面那一层的格子是对的。我们再把下面那片也裁下来。等一下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子不好剪，对。不要剪过去，不要剪过去，不要剪过去，这样剪这一条，对，对，外面这条。对啊，为什么你都有嘎吱嘎吱的声音，我剪没有？因为你剪太慢了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裁布就完成，耶！迈出了第一步。没关系啊，今天就这套，就给他穿了啦。第一步，我们要用手缝的方式，把它做成一件立体的。我们会让你尝试做几个比较简单的部分。我会不会顺便把袜子脱一脱？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，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 sample，对，它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毛坯。毛坯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用手缝，你看得出来，这些都是比较粗的手缝线。我们把它缝下来以后，让客人试穿，然后我们可以方便把它拆掉。是，对。然后现在这边这一片就是我们的后片，我们要先让你把它做成像一个衣服的后身的样子。再来我们要做的就是，我们现在记号是只有画在布的这一面嘛，所以我们会做一个动作叫做打线钉。这个用意就是我们要把记号做到布的后面，我们从背面就可以看到这一条线的位置。对，这个把它剪开。对，这样剪开你看，我们只是做记号而已嘛。对，我们这是做记号。对，好，这样打开就是一个后背的形状就来了，你看看，对你看，需要你老师讲一句，你觉得我剪的是不是还可以这样子？非常的好，非常可以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剪完以后，我们现在往你背上贴吗？还是没有，剪完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步骤还没有完成。还没完成。对，我们要用一条线把，因为我们这样打开它是会这样子晃动，我们要把它固定住。你现在是看远的比较不清楚，还是看近的比较不清楚？我都不清楚。我跟你讲，我爸以前就这样跟我讲，他就说，我告诉你，什么时候是变老？有一天他会穿，以后都在穿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块就完成了，今天到这边差不多告一段落了。
那个接下来呢，先请那个老师帮我们拼装一下，等一下就要请客户试穿。我是说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不然的话会来不及。不来不及。好，好，好。你难道没有听到老师的言下之意吗？对，说你快点滚开，要不然会来不及。他刚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这个意思。对对对谢老师休。息啊，辛苦了。不行，我在旁边观察一下。老师状况好的时候，您一年有办法做100套吗？以前可以吧？以前可以，以前随随便便100套，以前我就讲说随随便便600套啊，而且那时候排队的，排队的，真的排队要讲关系。啊，好，王老板，你放心，我给你处理了。来跟你讲说，我除夕一定要。那你说跟他讲，我的单子已经满到明年2月了，怎么办？那没什么怎么办呢？你要不要枪放在桌子上？哇，难怪要你舅公帮忙。我舅公是维氏的啊，不是。那我们开始试穿，好，可以试穿。千年换裤子，请你换裤子。好，周围的女性的同仁啊，我们一个人着收3000元新台币，是右边结账之后再过来观看，谢谢。大哥目前感觉如何？我现在感觉有点赤裸，不是啦，裤子感觉舒不舒服啊？像台哥说的一样，这是完全贴在我身上的一件衣服。真的啊？对。哦，哎呦，我今天很帅了哎。呦，你就穿这样子吧，也别让我们浪费我们太多时间了。你知道现在装潢里面有一种叫什么？工业。它这块肩胛骨就很高。是。那当它的肩往前回包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给它容量啊。我刚刚在你画图的时候，我就又有疑惑，说万一一个肩膀跟另外一个肩膀不一样怎么办？原来是在这个阶段调整。对。它这个低点很低啊，它有这个高点，有这个低点啊。啊。女孩子也能下得这么大。对。哦，你这画。后面改小以后，前面也会产生变化。那很多人都忘了说，对，要往里面弄。对，再重新定位一次。你看看，那他以后怎么穿，就算扣子不扣，他还是会停留在这个位置，一定会在这个位置。老师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？就是来您这边消费，在试穿的过程中，穿一穿，他忽然间开口说：“老师，就照这个尺寸，你帮我再多做3套吧。”有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见识到老师的力量、功力了。那有没有老师有没有他穿一穿之后，他太满意了，之后他就说：“老师，你帮我多做个4、5套吧，我下礼拜拿。”他就把钞票跟枪。这样子会又赢我好多万。我发觉他这套西装可以拍，真的是金牌特务，他打起来没有问题啊。期待这套西装的出现，相当期待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至于你呢，明天动8动，原厂地址有没有问题？明天见。哦，对不对？对，中间的你没有这一块。西装左边脖领上的洞叫插花眼，也就是 flower hole。最早是为了用来防风沙及保暖的功能而设计的。19世纪的欧洲，一些贵族弟子为了彰显自己的风流洒脱，逐渐把这一功能性的设计变成了具有浪漫意味的小装饰。对一件高品质的定制西服来说，插花眼必须用传统手工绣制的手法来进行缝制，这也是判断一件西服品质的关键指标。传统的搭配中，插花眼需佩戴于鲜花。现代的潮流男士不断尝试各种花种加以进行佩戴，较低调的商务以及政界男士则会选择胸针以及徽章。关于插花眼，还有一个浪漫的传说，那就是一位恭谦的男士，手捧着鲜花，向心仪已久的女士求婚。若女士随即摘下一朵玫瑰，插在男士西服的花眼中，那就代表他允诺了这一生的约定。这样你懂了吗？
我们经过昨天的定妆是啊，那今天我们要看到昨天打板上面有些问题没有解决的。昆达呢有一个背骨，我们昨天试穿的时候，所以呢我画了这个圆圆，有个骨头，这块骨头呢，我经过这个板的切开，你看我延伸上去，差了一点点，对，就差了一点点。那它这个高点呢，我把它切开上去，上去以后，图画的，您怎么不去太空总署上班？NASA， 好，经过这样子切开以后，上去以后，这里已经打开了，打开以后，我们假如说我们多出来的，我们现在把它缝合回来，这个高点它就会来到这里。这个太假如我们不经过这个动作的处理，它不会来到我们背部这一块，所以这个叫做板上剪开。是。袖子的部分大小昨天是 OK 的，但是我们判断过了，它的右手长，我们用这个水平2度，对，2度，对，有没有？对，2度。我现在先整理一下，所以坤达哥背部的高点是在右后方的肩胛骨，然后他右手会比左手长2度，他就是招潮蟹，对不对？正确，有只脚比较大一点。你看来了，全国都会模仿招潮蟹的人。那检查到最后这一步，已经可以说全部检查完了。我们现在应该要开始拆了啊！好了，这个现在由学姐来带我一起执行拆线的动作。学姐，这个一拆了就回不去了，有点紧张。没关系啊，它是之后才要回去的，因为我们现在要拆掉它只是用手工这样夹住，而且非常的松散。对，但是我们现在拆了以后，我们在上面做的那些记号的点就没了嘞。有些记号是需要保留，有些记号是不需要保留的，所以不需要的就把它拿掉，就拆掉。我们现在先把领子卸下来。领子卸下来。对。好，您跟我讲。然后我们在卸的时候，我们比较怕剪破。我知道，用挑针。对，我们会这样挑。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之后，我们就把中间这一片是这样拿起来，翻成这样，然后再来挑，对，懂意思？嗨，我们现在就要到后面工作区的部分，把这些折线的部分都把它烫掉，烫平，把它整理平，等下比较好压。在整烫的时候，就是刚刚你有看到所有的折线这边，要把它烫掉。对，把它烫掉。然后格纹的部分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是，要把它的格子不要让它烫扭掉，知道。纱纹不要烫扭。是。先等一下，先不要动它。你可以拿旁边的方格子，看纱纹是不是直的。相当之直，我的天哪！这样棒，这样就可以。Very straight。然后再来是袖子的部分。袖子的部分。那袖子的部分就给你处理。好，来。我们总算还是有一点小功能性，烫衣服啦，剪线头啦。我总不能像老师一样这边画，那还要老师干嘛？对不对？没人要求你啊。没人要求吗？对啊。好 ，OK， 就先这样，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阶段。这个要干嘛？剪啊，然后按腰围。你看老师这边写了一个31又3/4，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你学了这么久，你讲啊？啊？对啊。这都不会是不是？拖出去。来，你讲，换你讲。这就是他的腰围。废话，我刚刚不是比这样子，还需要你讲吗？懂了意思吗？懂。对，没错。我觉得你们2个都讲的都对的。你要探讨的是说31又3/4，他这个人的腰围为什么跟我的头围差不多？这个要讨论一下。你知道我小时候出生的时候，医生说什么？
那医生一看他照超音波，他跟我妈说，你如果自然产会死掉，这是剖腹。我妈说我刚出生放在那个保温箱的时候，眼睛就会跟着。拿过来一下。哎，为什么要拿扇子？我挺认真的。你讲。怎么了？我们在做西装，我听你讲你小时候是真的，我们为什么会聊到？我为什么？我关心你小时候干什么？我现在讲的是这个腰围。对啊，你去扯你的头围干什么？不是我触景伤情啊！关你个屁事！滚！谦虚，请开始。你现在看到所有刚刚这边空出来的，像昨天一样把框描下来。好，画下来。OK。等一下，我们通常在移板子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，先这样掀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画到。对，看你都画到了。所以这样就大概就好了。 OK， 喂。哎，是不是只剪到这里？往上剪。还往上剪吗？对。我们到时候在制作的时候，那边会做叉，这个地方会是做双叉，然后它这边会是需要包的。我们压板压完。压完了。 Yes， 压完了。压完。原则上是学姐压完的，我们就是一直聊天。我中间也有负责一些事，有。画线。啊，我们现在是要进去里面，是不是？要让你踩那个缝纫机了。没问题，踩缝纫机可以了。已经很少人知道这个叫做缝纫机，而且这个是电，然后跟这个踩是一起。以前是完全人力是这样，这样。好了，来吧，学姐来吧。好，凯哥，我现在要教你开开。车了。对，我要教你开那个口袋，内袋的部分。这个是口袋布，这个有个挡片，就是你口袋在打开的时候不会直接看到口袋布，所以这个是挡片。所以你现在让我车这张纸来练习，是不是？不是 ，OK， 不是，这个纸板的目的是为了要把布压好。有时候在车的时候，布有时候会这样滑掉，那纸板可以做辅助。先让你走一回，你先走这个。就把这个框、这个轮廓先车起来，然后你可以用纸板辅助你。不错哎。我直接缝进去了，靠！指甲缝进去，你指甲缝进去了。缝进指甲缝进去了，而且它不是缝到2针，它整条都在纸上，是怎样？好了，我跟大家示范一下，因为它这个纸哈，就当做是另外那一片的那个布，我们在练习啊，把它缝上去，缝起来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这样懂了。来，我现在把它剪掉。你找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在看那个。看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帮你提神一下好不好？不要！不要！对不起。报告。有精神啊！哎，不错哦。自己看，看到没有？整条线哦。蛮直的了，还可以了。学姐你自己看，整条完全无误。可以耶。好了，来，这次今来，天我们就到这边开。啊？我们要让那个坤达哥身上有一个口袋是你缝的，这个才有意义。可以。我们先把这个挡片固定住，一样像刚刚那样直线车。直线车把它车从头到尾车到底。对。没问题。你看，可以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了吗？看一下喽。它这个车片你要车到这个旁边，只能有大概0.001，这个毫厘米。
这样，这才是一个车工，是不是？是，学姐你觉得这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。老实说一句，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说真的。好。坤大哥，你看看你老爸爸一针一针帮你这样车啊。然后红的部分现在把它剪开了。对。现在学姐来讲的是这样，要把这个拆掉。对对对。然后呢，这两个要对折。好，停。你看，我这剪的完全顺着那个直。有一个小撇步，就是把手这样进去。你的口袋布。刚刚剪到了。没有没有，下一个。哦，你又不要吓人了，我刚刚整个抓到哎。天才小裁缝。你觉得成就感怎么出来？切出来。老师帮你整理一下。对。老师傅看完说：“你老拆掉重新再弄一个。”不会吧？要完成一件作品哦，步步都很难，但他要完成的时候，其实内心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。即便说我今天是这么多老师帮着我，我只做了0.2%，但是我也参与其中，这也算是一件光荣的事情。现在越做越是期待它的成品会是什么样子，真的。到时候看看呢成品，然后穿在坤达哥身上会是什么样。真的是非常谢谢学姐，很谢谢老师。那我这边要告一段落了。对啊，学姐，老师讲一句可以吗？对不对？可以啊。是不是？我们是不会拆的。不会拆的吗？确定啊？确定。让他全部车好，把口袋拿出来。哦，老师这讲得好，我全部把它车好。对，全部车好。哥。开始看一下，哎，立上西服公司，可以，可以有一种很奇妙的成就感，好吧？太感动。坤达，你准备领你的西装，这个样。耶！广义上，西装可分为3种：正装、休闲西装以及礼服。我们是通过西装的口袋来区别它们。口袋分为3种：一、盖带，口袋上方会有一片露出的面料，主要是用于装饰，带都是隐藏在西装内层。出现盖带的西装以正装为主。第二，贴带，与盖带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，犹如整款西装面料缝合在一起。贴带多数出现于休闲西装上。双线带一般会出现在礼服款西装，开口处会用亮面面料做2条线作为装饰，与礼服的薄头面料一致。这样你会了吗？老师，请问一下，到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全部完工了吗？交到客人手上？目前这个衣服算是全部完工。是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要整烫，也就是要化妆。哦。啊，比如说我们如何去把它整烫到非常平整。那个整烫的功力是非常重要。非常重要。好，尤其是刚刚您看这个这是西装的外观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个西装讲究不是仅仅外观，这个里面的口袋的细致啊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个标签，这有没有？台哥车的。是吗？哎呀，老师，老师，后来没有拆掉重车，没有拆掉，没拆掉，没有拆掉，没拆掉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我这个人是不捧自己，我自己不会捧我自己，很少讲自己，很少讲自己好。但是我刚好在讲的时候呢，老师突然间讲说是我，算是老师把你怼上去，不是你自己，不是我，你先退一下，你看哦，还没有烫之前，这一件已经完美的像一个电影道具，很期待它烫完之后是什么样。真羡慕，真的是，我觉得穿在达哥身上
糟蹋，绝对。应该出在你身上，是的。我带耐的是，给你一个机会，现场竞标，只要你出的钱比达哥高，这一件你就拿走。其实老讲，我这样猜哈，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到这样的西装的话，要不要12万？一定要吧？这个12万，是不是？你看看我这个，你懂哎，我这个行情懂行情，不是开玩笑的呢。你看打，说进去了，你就解决你多年的困扰。没有，我没有困扰。师傅他想跟你借一下那个熨斗，看可不可以帮他烫平。没有这个太尖，不要吵这个事，大坝尖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去把这套西装呢，好好的整烫一下。我们把人抬拿进去。人抬进去。啊，那我们应该讲起来，这个时候叫微烫，就是说我们要去看这个衣服放的地方要正确，啊，一定要用这个东西。对，一定要有这个。这个馒头啊，对，我们说它是很奥妙的东西，是啊，它能够塑形，它呢各个角度不一样，每一个角度在放的时候都有它一定的放的一个方法。哦，是啊，对，哦，还要垫一块布一定要垫啊。你纯粹这光烫斗烫，它会有亮光，你要保持它原来的亮度。老师是不是做西装师傅这个行业的人比较没有脾气不好的？教了半天教不会，脾气就变坏了。老师不好意思跟你说，他也杀了2、3个徒弟。后面那边有一个出商间，你有看到？不要进去看看。这样讲一遍不会，讲2遍不会，也是会来气，不来气，也会来气的。熨斗就下去了。我说你是不是白痴？这样。那这样子，老师我们算烫好了，烫好了，我们可以这个交件了。交件。哎，等下烫好，我们可不可以在外面放在那个模型上，然后我们拍几个很帅的空景？哎，我当模型好了，没关系。你在旁边站着不动，这样好吧？你客人想穿新的，我懂，你懂。展示。远远的就觉得这边有一件衣服在发光，可以吧？但正所谓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这么快啊？交钱在交货的前面。等一下，怎么样？在我们跟达哥扯这么多事情，对不对？你说。我们先问一下本人满意度怎么样，再跟他谈钱的事情。这样子是不是？对。我刚刚在远方的时候，就是觉得这一尊啊，好像你自己在这边，他连身高都跟你一样。这个颜色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耐看。是。我今天就是带着一种你知道，来交新车的心情。哎呦，我懂。连缝线都是你选的。这个这样子，因为你这个这个外观嘛，内装还是要看一下。内装，你看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那最主要是，你看这个缝线有没有？这个讲究的这个口袋，是不是？你这样讲他不懂你的意思，你要说这口袋是台哥缝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讲出来了？哎呀，我不想讲。这个口袋是你缝的？不要这哪里？只有这个口袋吗？这边也是，包含立上西服公司这个 mark 也是小弟缝上去。你看这个做工啊，就是知道本西服号啊有多么的讲究。你看缝的直不直？你看这个，你要是觉得不行，你就讲。你看你戴着眼镜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拿到西装容易，但是台哥缝的不容易，对，只有唯一的，是不是？我本来想在这个衣服上面签上台志源3个字。等一下，上次是不是有把达哥的名字缝在哪里？里面口袋？在里面，真的有啊？有。哦，哇！110年3月，你又刚好是。这个110哎。对啊，110。110，对啊，因为结果拿我老婆生日，真的，我以为想说，你们这么贴心，哎呦，这个帮你10318，干脆帮你加上去好。没关系，这样好。好了，那就满意了。要试穿一下，试穿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试穿以后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的话呢，我们都还可以给您做这个微调，还可以微调，还可以。如果完全满意的话，
那你就请懂买单了。等一下，你前面又说是生日礼物，然后又把坤达哥老婆的生日缝在里面，都做这么多，最后你还是要买单？不是，他是这样，因为这个原价12万5嘛， 12万5，是不是？是，讲错了，原价26万8。等一下，怎么瞬间？怎么瞬间？好了，不然这样了，达哥如果有困难的话，我们今天12万3就转给你了，你也蛮喜欢的嘛，不然你买12万3，我刚好有带2000。好了，试穿了 ，OK，好不好？ check it out 介绍耶。耶！老实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舒服，舒服，很轻哈。很轻，就当做一般衣服在穿，但是你会不会紧？不会。都会紧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紧。完全不会，很自然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刚刚好的，有一点点空间的贴在你的身上。嘿，不可思议的感受。这你知道我这个手工的细了吧？尤其是那个口袋啊，口袋你感觉得出来？我感觉到了感觉有钱要进去的感觉，很深啊，深的，口袋很深。所以整体上来讲 ，OK 什么？你还有觉得什么不满意的对，地方？顾客满意度要调查一下。对 perfect， ，perfect。哎，买单了。非常满意。真的真的讲真的。好了，刚刚那个客户的满意度100万分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东西了。你说，老师，台哥跟着您学习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，如果说今天是正式的，要让台哥真的来当你的学徒 ，OK 吗？我愿意。我也。谢谢老师，这是一个聪明的学徒。谢谢老师。而且刚刚老师是不假思索，立即说的，没有任何的外交辞令。他没有犹豫，他没有说没有犹豫，没有。他直接就下。谢谢老师，真的非常谢谢老师的肯定。同时，除了老师肯定我之外呢，我特别有一位朋友远道而来，特别来肯定我。这样，这个朋友我们要慎重的介绍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老师。是老师，请问一般来讲，我们大概几年可以出师啊？一般来讲3年就可以。 3年6个月才可以，还可以。 59.6岁。我觉得60岁出师不算晚了，有什么问题？哇，你60岁出师即退休啊？什么话？是不是？喂，你刚刚讲的那个隐藏的来宾，我的来宾，先介绍他一下。今天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跟老师的这个缘分。哎呦，是他介绍的。特别的 ，very welcome, Mr. Kevin. Yeah. Kevin, yo, what's up, yo, man? OK， 你跟 Kevin 有这么好吗？当然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所有的包含鞋子、衣服、一些品味，都是他教我的。你知道 Kevin 是怎么形容这家店吗 ？Kevin 说，他有深厚浑厚的技术之外，了解流行年轻人的剪裁，全台仅剩一家。他这样说。因为其实前阵子 GQ 也才收过，就是全台湾的一些西服店，然后梁师傅真的是顶尖的。梁老师他是这样，他不仅说是自己本身的手艺了得，所以他还在传承，希望能够有这个很厉害的师傅，也能够慢慢培养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客户也满意了，师傅也满意了，差不多要 ending 了。 ending 了啊？对，那我可以讲了吗？稍等，在 ending 之前呢，还有一件事情。你说，师傅请。啊？我有2套。我是您送我这套。这套衣服呢，现在是礼服。哎，假如说不是颁奖的时候，你可以来找我把它拆掉，是，就变成一套黑的西装。那天帮你量了尺寸。第一天有量啊，有量台哥。哎呀，我这个很感动哎，这怎么会？我心里想一想说，哎呀，老师不试穿这个衣服给你穿会怎么样？那所以老师都把台哥的尺寸完全不写有量下来。这里面跟克制的木曜，哇！老师怎么样到台哥的尺寸，你们知道吗？是对面的木材行提供的。木材行，哇，你这一下，木材行提供我的干什么 ？Hello， 哇，帅！哇塞！哦，好挺哦，好挺。可以。你敢不敢？一个口见感动。因为达哥生日完之后就换你生日了。有没有腰？有腰了吧？有，老师这个我看一下好不好？自恋，你开心吗？我觉得当然啦，满不满意 ？Yeah, satisfied. 你满意哈？来，学长来，你可以进来。什么东西？还有，那我们这边账单1万，2026万8千。谁刷卡？你们谁刷？
你说满意，哎呀我刚刚满意了。你满意吗？什么事情？等一下啊！哎，铁门，哎，其实这一集要到 ending 的时候啊，我特别的不舍。哎呦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我觉得这次来跟尤其是梁老师学习，老师真的是巨细靡遗的，一点一滴的都告诉我。 60年的功力，哎10年在传承。对，手把手的告诉我。当然了，这个不可能一触可及嘛，绝对是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。就好像我们刚来的时候问的学长啊、学姐，他们都愿意在老师这边好好的学习，因为这个是像一个宝库一样，挖不完的，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。也希望这个手工西装的制作呢，能够真的好好的传承下去。而且很多外国的朋友，我相信现在我讲的英文，你们都听得懂。Welcome to Taiwan， 做一套西装，这地方5000块呢，你遐做哦，要差不多30万，看到贵个30，是不是呢？你来这做了后，都给咱食饭，看咱这的风景啊，看这回去吼，是安尼。我拢讲英语，你拢听有了吼 ，OK， 听有，谢谢老师。好，那我最后要讲了，来，一日手工西装师傅见习成功。I like to stand up in a crowd. I like to say what I believe and I say it loud. And the feeling that I hold dear is the feeling that you give me when you're near. And suddenly I'm flying through the sky. I never noticed a good time go by. You showed me that a simple melody can bring you the joy and the peace of mind you seek. I like to stand up in a crowd. I like to say what I believe and I say it loud. And the feeling that I hold dear is that feeling that you give me when you're near. And suddenly I'm flying through the sky. I never noticed a good time go by. You showed me that a simple melody can bring you the joy and the peace of mind you seek. I like to sing above the crowd. I like to sing what I believe and I sing it loud. And the feeling that I hold dear is the feeling that you give